你有看过全新装潢的房子吗？你会想要买这种房子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次影片聊开价重要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新装潢的房子能买吗？先说结论如果你是买来投资自产的话，那你最好要多看看，因为有装潢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分两种屋主自住的装潢跟投资客买来出租的装潢，或是投资客买来拼高价的装潢那通常屋主自住的装潢都不会有问题，他就自己住得好好的嘛，只是说他可能会带有自己强烈的风格。像我之前看过一些房子整间房子就是黑白灰的配色，看起来是很酷啦，但那个就是那个屋主喜欢那你的家庭你应该都不会喜欢不是一般家庭会接受的风格那大部分众人的口味大多数人的口味还是日式不然就 IKEA 风。那这种房子就是你买了以后，基本上装潢几乎都要全部打掉，但是屋主不会觉得你要打掉装潢就给你少卖多少钱他只会觉得说我的家呢那你要把我拆掉，然后你还要跟我杀价，就觉得有点北蓝这样那这时候就不好处理。所以屋主自住的房子你想要直接拿来投资，大概率都是会买的贵很多，投报就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如果你是买来自住的话，那你就看自己喜不喜欢对方的装潢那基本上自己住的房子装潢的用料会比较好，如果你能接受还是可以实现一卡皮箱就入住那另外你要知道，投资客装潢不一定不能买那如果这个房子是投资客装潢的那基本上你买来投资或自产应该是占不到便宜人家都老江湖了，怎么会便宜卖你但是我也不觉得这种房子就不能买因为像我们都看中古屋嘛，也是乖乖的该换水电就换该弄防水就弄那你说买了这种房子以后都乱做装潢想要骗你的钱真是少数了。所以如果是多数的话新闻它就不会报了那你看现在新闻什么黑心投资客装潢很少看到嘛就表示大多数的市场投资客他弄黑心他是怎样，是准备被你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好好弄那我是这样看今天如果这个投资客他买了这间房子，该整理都整理就算他开价多个50、100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也是要找人施工装潢这些也是成本那他能够整理的好好的那然后用比你便宜的成本，那是人家的本事那可能他自己就是包桃之类的那你买了以后可以不用怎么整理就直接入住，那你就是花钱买方便你也省去了什么装潢蟑螂的风险，跟你自己重新装潢的时间跟金钱那这就是该给人家赚的那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投资客不太会看带有装潢的房子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买房子来做投资自产，就是要做那个利润要做那个价差。那已经有装潢的房子就是会遇到我们上面讲的那两种情况，屋主嘛，他就有装潢他就要加钱像这个新闻你看都装潢20年了，还跟你说要加150万不然就是投资客装潢好的房子要卖的比你还贵那基本上你的成交价大概都是做不出什么投报率的除非这个地方突然公布什么台积电突然要入驻这种事情这个就是运气好，这个祖坟冒青烟才有可能，不然你大概都是打平的这样。所以我们在看，其实我们很爱看那种像废墟不然就是自住，然后弄得脏脏乱乱的那不然就空屋10几年没有人住，脏脏旧旧的房子，这种房子讲白的就是屋主也知道整理以后可以赚钱可是他为什么不整理他就是没有能力整理或是懒得整理所以这时候我们才有入场那有机会去买到便宜的房子自己装潢自己改，做出一间投报率高的房子。那像那种你一看就很漂亮，很像拍偶像剧那精装修的房子，大家都会想买的房子，你要买来投资或自产，那你就是要等人家这种烂房子变成好房子的先涨完才会轮得到你那你就真的要抱持着一个长期持有的态度不是说他没有机会，而是说你等的时间就要比人家还长。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新装潢的房子能买吗？我先跟你分享了屋主自住的装潢跟投资客装潢的区别屋主自住的装潢通常品质都比较好，只是很个性就是他自己用的舒服的情况，那个可能就不是大众的喜好那你会需要重做装潢。
那投资客装潢的房子很难产生很高的投报率，但至少人家该做的都有做你可以省去装潢的金钱跟时间那如果你是买来自住，其实是可以考虑。那最后我跟你分享，如果是以投资自产为目的，最好还是找那种破破烂烂、脏脏旧旧的房子因为这种房子你买下来的总价就比较低，你整修完之后增值的空间就是比人家已经花钱整理完的还要高。有装潢的房子虽然它便利性很高，但是它增值的潜力就比较有限，就要等你那个老破小把它弄得很好很漂亮等你先搞定，等你先涨完它才能跟上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有买过全新装潢的房子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知道我对房市的看法，记得订阅加按赞，以后会分享更多给你。讲八卦讲八卦还是那一句话叫做市场就是喜欢市场就是喜欢就是因为市场喜欢才会导致现在自产投资客他们不喜欢卖空屋，他们要卖之前花大钱去做装潢。为什么？市场喜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的市场完全不买单市场就是只接受空屋，就只接受不整理，谁要去花这个100到150万去装潢那这会出现个现象就是说人家真的是可能他手上房子比较多，3间5间，然后他拿1间来做实验他就装潢测试完了之后发现我装潢之后变得超难卖的，然后也没赚多少钱，他就会跟他朋友讲说这个不用了，以后大家是空屋卖就好。久而久之整个投资客也就不会有人再去装潢了。那为什么现在要卖的房子都喜欢整理过，漂漂亮亮，一卡皮箱入住？市场喜欢不然嘞市场喜欢。好，那我们来解读一下为什么市场会喜欢因为装潢这种事情可以连贷款一起下来，买屋的贷款一起下来你贷8成，他卖你是房子在加装潢嘛，所以你去办贷款的话，银行贷款的话，这个钱是一起下来如果你今天是买便宜的空屋，就变成说，好，我买了一个老破小，然后我自己还要花100到150万去整理，好，这边就看你要不要办装潢贷或是你自己额外要拿现金出来买，很少有做中古屋的会选择这个方式真的会挑中古屋大概都是把你身上的钱当做一笔头期款就去买了，你很少会分说我买了之后我还要装潢，所以我一开始多准备一点钱，准备个150万。更可能的做法是你这个150万现金你就是加在头期款里面去看更好的房子大概就是这样。你去看什么房子嘞？总价更高空间更大，装潢的很漂亮的那种房子，不要骗人大家都是这样好，市场喜欢投资客、自产客就喜欢这样子做，因为对于买方来说，只要他不讨厌这个装潢，他就整笔贷款一起下来，他可以一卡皮箱入住，然后住新房子、新装潢这样。我以前都会觉得说这哪有差，这个买下来就自己去装潢就好，这哪有什么？只是现在房价真的高很多真的是高很多，所以装潢也贵起来了。现在比下去还真的有差我相信我现在要是自住的话，我去挑一间自住房，我也会先挑至少基础你都帮我整理好了。你要老破小，对我来说，我就是额外要掏100到200万来处理装潢这件事情，又不能马上住反之，你整理的也不要说多雍容华贵也不要说多 fashion 可以拍偶像剧，这都不用，你就干干净净的。那我只剩下家具家电要处理，这样我要准备的钱是不是从100-200万直接剩下30万有找？对就是这样所以市场喜欢。然后现在市场喜欢大概都在瞄准女孩子的口味女孩子的口味。市场真的是这样男生自己要住住得很差他都没差那个学生宿舍风他都没差。可是女生对房子对家真的就是有憧憬，有想象所以装潢起来你就是瞄准女孩子的口味就对了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做的话，你一间房子要卖掉 OK 空屋你也能卖，你也可以装潢之后拿来卖。那你既然你要装潢之后来卖高价那你就瞄准女孩子会喜欢的口味然后打安全牌你不要太粉红泡泡这样子的话变成你的买方迅速缩小我们在拼高价就是买方要多，这样买方多才会有竞价的机会好，那最稳健的安全牌做法是什么？ IKEA 风然后那个无印良品风，大概就这2个。我知道现在室内设计有很多风格啦，什么北欧风什么侘寂风
不要理它哦。那我们就是做市场接受度最高的 IKEA 风，IKEA 风哦，真的是市场接受度最高。为什么？因为人家功课都帮你做完了。你要想，人家就是做这行生意的，对不对？哦，那他就是样品屋就是打成那样，他这个就是市场接受度最高的样子。你去抄作业啊，对啊，谁不会抄？然后 IKEA 风你要做哦。几乎啦，任何室内设计工作室，他们通通都会，因为它有作业可以抄的，你知道，而且沟通起来落差会很小。哦，那 IKEA 风其实也没做什么哦，所以对他们来说都是简单的。那再来是无印良品风，其实就是色系哦，然后木地板哦，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给你参考。我讲太多哦，总之你要精装修拼卖高价，你就瞄准女生，然后选 IKEA 风、无印良品风，这样就可以了。哦，那你要空屋卖也可以哦。那你要是把房子整理得漂漂亮亮，那你的确啦，买方一卡皮箱入住，你就是拼，买方在看屋的时候一打开门，这个一对男女朋友来看，或是一对刚结婚小夫妻来看，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哇好漂亮，老公赶快买这间，这样就对了。你不要瞄准男生的需求，你还去弄一个什么电竞房没有用，男生在这种人生大事上反而都是听女人的。对，女生喜欢你才卖得掉哦，大概就是这样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上去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
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哦；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哦。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哦，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哦，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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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哦，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哦，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